第132章，以你的疗伤。在满山魔兽疯狂寻找着那神秘女人之时，萧炎也是在药老的保护下，没有惊动任何魔兽，一路偷偷地对着藏身之地奔回。太刺激了，那女人最后一招太强了，若不是那紫金翼狮王躲得及时，恐怕连她的脑袋都会被洞穿。回想着先前高空中那幕惊险华丽的战斗，萧炎心头便是有些感到激动。这种强者对撞的一幕，在外界可难以出现一次啊！小心翼翼地回到瀑布的地方，收拾好摆放在此处的药鼎等等东西。萧炎刚欲打算回山洞，脚掌却是骤然凝固。萧炎睁大着眼睛，眨也不眨地望着那瀑布之下的河流中，那里一位身着素衣的美丽女人正悬浮在其上，紧闭的眼眸以及苍白的脸颊，让的人知道她似乎受伤不轻。咕，咽了一口唾沫，萧炎认出来这位漂浮在水面上的女人，她正是先前与紫金翼狮王战斗的那位斗皇强者。看她现在的模样，好像处于昏迷的状态，萧炎心头顿时有些摇摆起来了。救还是不救？救了她的话，恐怕会因此遭惹上此处的原住民，可如果不救的话，现在的她恐怕难逃被暴怒的紫金翼狮王撕碎的恶难。就在萧炎心中犹豫不决之时，远处的丛林中却是隐隐地传来几声魔兽的吼声。哎，算你好运！听着兽吼声，萧炎一咬牙，快速地冲进水流之中，将那素裙女人抱了起来。由于水流的缘故，这女人全身上下被打得湿透，萧炎的手掌环在她的小腿与后脑之处，顿时感觉到那如温玉般的娇嫩柔滑，触感极为美妙。咬了咬舌尖，将那股意念压下，萧炎抱起变成尸身的神秘美人，然后卖命般地对着山洞方向狂奔而去。一路狂奔，直到进入山洞周围50米之内时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药老曾在这个范围撒下了一种药粉，这种药粉对于魔兽有很大的刺激性，一般很少会有魔兽闯进入这个圈子，所以这里也能算作是一个安全范围。抱着怀中的女人冲进山洞，萧炎将她轻放在石台上，一屁股坐在她的身旁，重重地喘了几口气。在休息的时候，萧炎这才有时间近距离地观看这位美丽的斗皇强者，细细地打量着她。萧炎心中逐渐地涌上一抹惊艳的感觉，用眉目如画、冰肌玉骨这等象征美丽的词汇来形容她，似乎并不为过。而且最让萧炎惊叹的，还是她身上所蕴含的那股雍容与华贵。目光在那张吹弹可破的俏脸蛋上扫过，萧炎目光缓缓下移，眉头却是微皱，只见在其玉颈之下的胸部位置5道恐怖的爪痕，泛着鲜血，将衣服侵染的血红。昏迷之中的他，黛眉微微蹙着，一抹痛楚隐隐地噙在脸颊之上。这般模样虽然有些不符合他的气质，然而却颇为楚楚动人。他需要治疗。搓了搓手，萧炎从那戒中取出10多个小玉瓶，略微踌躇了一会，然后伸出双手就欲解开女子的衣衫。不过当他手掌即将要碰触到后者身体之时，紧闭着双眸的神秘女人却是骤然睁开了眼，美眸泛着一抹冰冷与羞恼，紧盯着萧炎。你醒了？忽然睁眼的女人把萧炎害了一跳，赶忙退后了几步，举起手中的小玉瓶，解释道：我只是想帮你疗伤而已，没有恶意。当然刚才是你昏迷了，我才想自己给你上药，不过既然现在你苏醒了，那你自己来吧。说着，萧炎小心翼翼地将玉瓶放在他身边，然后再次退后了几步。见识过这女人的强横，萧炎可是有些害怕她忽然发个飙，一巴掌把自己给胡乱拍死了，那不得冤死。见到萧炎退后，神秘女人这才微松了一口气，望向萧炎的眼眸中少了一分冷意。不过当她准备自己动手时，却是发现全身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。微微挣扎了一下身子，神秘女人缓缓闭目，片刻后睁开，咬着银牙低声道：该死的家伙竟然中了他的封印术。萧炎蹲在山洞的角落，望着那半天动弹不了身子的神秘女人，满脸无辜，可却并没有主动过去帮忙的打算。再次挣扎了一下，神秘女人只得无奈地停止了无谓的挣扎，偏过头，美眸望着那蹲在地上画圈圈的萧炎，仔细地将后者打量了一番，似乎并没有觉得这看起来颇为清秀的少年有什么危害性之后，这才轻声道：还是你帮我上药吧。
他的声音非常悦耳动听，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身份的缘故，其声音之中总是有着一抹难以掩饰的高贵。我来。抬起脸来，萧炎盯着神秘美人，眨了眨眼，低声嘟囔道：帮你可以，不过先说好，事后你最好别给我搞什么看了你身子要挖眼赔命的白痴事情。听着萧炎这话，女子顿时有些哭笑不得，摇了摇头，心头却是忽然想着，有多少年没人敢在自己面前说这种话了。我还没那么迂腐，只要你能管好自己的手与嘴，我自然不会做恩将仇报的事。放缓了声音，女子淡淡的说道。有了这话，萧炎这才慢腾腾地走上前来，目光再次在那张美丽容颜上扫过，干咳了一声，伸出手来，轻轻地神秘女人胸部上的衣衫小心地撕开一截。撕开了素白的衣衫，只见其下方竟然还有着一件淡蓝色的金属内甲，看着内甲上犹如水波一般流转的流光，显然并不是普通之物。在内甲之上有着5道深深的爪印，丝丝鲜血从爪印中渗出。好坚固的内甲，若不是有这东西护身，恐怕紫金翼狮王的那招攻击就能直接撕裂他的上半身。望着这淡蓝色的内甲，萧炎心中惊叹道：可那个伤痕在内甲的下面，想要止血敷药，似乎要把内甲取下来。望着这将女子娇躯包裹在内的淡蓝内甲，萧炎忽然冲着脸颊略微有些绯红的女子尴尬地苦笑道。听着萧炎此话，女子的身体明显地颤了一颤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竟然是缓缓地闭上了美眸，修长的睫毛轻微地颤抖着，声音却是颇为平淡：解开吧，麻烦了。见到对方这般干脆利落，萧炎倒是有些不自在了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将女子从石床上扶起，然后背对着她盘坐在石床上。望着女子背面那迷人的曲线轮廓，萧炎手掌略微有些哆嗦地将其上衣缓缓卸了下来，在移动着衣衫之时，萧炎手指偶尔会碰触到女子的肌肤，此时他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骤然紧绷了起来。看来就算这女人是传说中的斗皇强者，在男女接触上的这件事也并不是真正如他口中所说的那般平淡无波。将衣衫缓缓地卸到女子的纤腰处，萧炎这才模糊着内甲金属扣，将之轻轻地一个个地解开。把最后一个纽扣解开，萧炎小心翼翼地将内甲脱离了女子的身体。不过绕事他已经够小心，可内甲离身时金属刮到伤口，依然让得他吸了几口凉气。将内甲解除之后，女子的上半身几乎便是赤裸地展现在了萧炎的面前。当然，这仅仅只是背面，至于正面，萧炎实在没那胆子去看。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赤裸着上身，这名斗皇级别的女性强者雪白的肌肤逐渐地泛上了一层淡淡的粉红，娇躯不断地轻微颤抖着。管好你的手与眼睛。这种时候，女子再次发出了一声警告。苦笑了一声，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套大黑袍，然后从背后套在了女子身体之上，这才缓缓地将她再次转过身来，睡在石床之上。转过身来，萧炎这才发现，原来她的脸颊也是浮上了一层诱人的羞红，不过那双望向他的眸子却是并没有多少冷意，显然先前萧炎给他披衣解去尴尬的举动博得了不少好感。我要清洗伤口了，提醒了一声，萧炎缓缓地拉下黑袍，直到将伤口完全露出来之后，这才赶忙停止。因为现在这个高度，他都已经能够看见小半个雪白的娇乳，以及一条让的男人为之疯狂地迷人沟壑了。从那戒中取出一些干净的布棉，萧炎又从一个玉瓶中倒出一些淡绿的液体，然后缓缓地查视着伤口附近的血迹。随着萧炎的轻轻查视，神秘女人的睫毛不断轻轻地颤抖着，头顶上那尊高贵的凤凰发饰也是悄悄散落了一些，看上去少了分雍容，多了分女人般的慵懒。美眸望着面前那低着头正认真清洗着伤口的少年，女人目光中多了一分感激。仔细地将伤口清洗后，萧炎再次从一个玉瓶中轻洒多一些白色粉末，受到粉末的刺激，女人黛眉微蹙，俏鼻中发出一声蕴含着痛楚的低低呻吟声。放心，很快就好了。微微笑了笑，萧炎将粉末均匀地洒在伤口之上，
然后再次取出一些止血用的棉布，小心翼翼地将他的伤口包裹了起来。当然，在包裹伤口期间，虽然萧炎目不斜视，可却依然看见了一些不该看见的春光。不过好在他掩饰得不错，不然难保这神秘女人不会变脸。好了，伤口处理好了，剩下的便是一些只能靠你自己的内伤了。还有，那封印也只能靠你自己解开。拍了拍手，萧炎后退一步，笑道：“谢谢了。”静静地躺在石床之上，女人忽然对着萧炎展颜一笑，那一笑堪称风华绝代。